首先，很多人说川普不打了啊，这个事儿他说了不算啊，这真的是美国总统开弓没有回头箭，把人都忽悠过去了。大家知道啊，夏威夷可是过去了8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那跟12日战争状态是一样的，从夏威夷飞走的。还有那个在印度洋上的提克加西亚啊，也都是倾巢而出。美国部署在中东卡塔尔、沙特和阿曼的空军基地，现在是布满了战鹰。所以呢，今天路透社传出新的消息，美军正从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撤离。这个消息不但不说明不打了，反而说明真的要真打了。为什么撤离反而是真打？因为他撤离的是文职人员和家属。为了预防伊朗可能发动的攻击反报复，美国正在从中东的关键基地大量的撤出人员。美军命令这些基地的非战斗人员在周3之前撤离。所以你现在这战争啊都没有什么秘密，你都知道他们哪天要干他了啊，就是周3之前撤离。今天是周3，就今天最后都撤光了。那说到伊朗，就不能不说另一个名字叫波斯啊，波斯。咱们中国人上学学到的不是伊朗，学到的是波斯。那伊朗跟波斯是什么关系？什么时候叫的伊朗？以前为什么就叫波斯？中国也叫它波斯。西方人对于波斯是充满了敬畏的。50、60年代、70年代，美元正在建立以石油为锚的所谓的石油美元的时代，所以呢，大量的钱啊，海量的钱流入伊朗，伊朗就成为中东最富庶的国家。沙特阿拉伯轮得到他吗？远远超过以色列。他手里的美元多到就是他可以比美国还要先进的装备美国的武器，美国还买不起的武器他先来。大家今天从互联网上看那个伊斯兰革命之前的那些照片，伊朗年轻人开着小轿车，穿着喇叭裤，烫着大波浪，男生女生戴着蛤蟆镜，在大学里边自由开放，过着慵懒繁华的人生啊！这就是当时伊朗城市的真实写照。2026年，时光荏苒，一直到今天，昔日的伟大的波斯帝国到今天那是遍体污泥，所有的美丽的波斯女子啊，全他妈是露2个眼睛啊，上面全是黑的，底下全是黑的。然后这些所谓的波斯的传教士们，一个人都有10几个老婆啊，都是小处女。波斯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波斯的雷亚尔啊，就是货币现在已经贬值成废纸一样啊，跟美元的汇率现在是0。波斯王子时代的波斯，金碧辉煌啊，不是今天这个黑黑的这种伊斯兰神棍国。那么一个这样的伟大国家，如果能够复兴回到那个年代波斯王子的时代，那么这个世界不就真的是变白变天了吗？至少在那1亿人民心里边，生活里边，那么变天了吗？那么他怎么沦为今天这个状态呢？今天伊朗这巴列维你听完了之后，你就是伊朗专家，伊朗历史就是豁然开朗。原来他妈觉得乱七八糟的，对不对？伊朗历史太鸡巴乱了，我们看不明白啊，怎么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一会儿就叫伊朗了，以前就叫波斯，什么情况啊？好了，我给你讲完啊，讲完就特别明白全通。倒腾根儿就要倒腾所谓的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啊！伊斯兰革命废了中国王巴列维，不是中国的国王，是中间的国王巴列维，或者叫末代皇上巴列维。那么之前还有个老国王啊，就是开国国王，他们都叫巴列维，巴列维是姓，巴列维王朝啊。1979年，中国王巴列维末代皇帝巴列维被废黜，这一年是伊朗的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之前的伊朗还算光明，偷偷地讲，之前的伊朗都是波斯王子的伊朗，就你打我我打你，改朝换代。但是伊朗在此之前啊，就在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前，1979年之前，伊朗从未像最近这40年这样黑暗过。所以1979年的伊朗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伊朗历史从来没有的黑暗1979年开始了。一个开放发达的王国，一步到位，1年之内重回迷信愚昧。那么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叫说中国王巴列维，他是一个坚定的亲美反共的领导人。他为什么这么坚定的亲美反共呢？因为他爹站错了队。你听我讲这历史老有意思了。我先从中国王，就是末代皇帝开始讲啊，我们倒叙吧。那么想当年，末代皇帝中国王中巴列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都保持警惕，划清界限啊，因为他爸吃过大亏，也因此他这一生啊虽然很辉煌，他被颠覆之前很辉煌，这一生他没有踏足过中国。1971年，伊朗和中国建交，两国关系恢复改善，但是他拒绝访
华，由他的老婆，也就是老一辈人今天还记得啊，我的观众里边如果有60后的，你们一定记得1972年发生了一个大事儿，在北京，就是伊朗王后叫法拉赫巴列维，法拉赫巴列维是伊朗的王后，特别漂亮啊，叫伊朗玫瑰，伊朗美人，伊朗玫瑰。1972年9月，伊朗玫瑰法拉赫巴列维王后代表国王访华，毛泽东、周恩来组织人山人海欢迎巴列维王后，在天安门有大型的群众演出啊，王后在欢迎的人群中，少先队员啊，锣鼓喧天的人群中艳光四射，陪同他一起坐在敞篷车上受阅的就是周恩来总理。那一天，全北京的中小学生啊，集合在天安门和长安街上，载歌载舞迎接巴列维王后。而此前为了这一天的迎接啊，都不上课了，1个多月放假放学，集中排练啊，累的是他妈乐此不疲。为什么？上课上学全往后推，为什么？突出政治啊！伊朗王后访华对于中国1972年非常重要。1938年，法拉赫巴列维王后出生。你看，1972年，她正是如花似玉的中年小少妇的年纪，艳光四射。1938年，法拉赫出生在德黑兰的一个贵族家庭啊，是家里的独生女儿，父母十分开明，从小就让她学西学、文艺、歌舞、科学、教育，什么都会啊。姑娘19岁的时候，法拉赫被送到巴黎学建筑艺术，在那儿19岁的法拉赫作为漂亮的女留学生代表，正好碰上了访问法国的伊朗国王中巴列维啊，就是末代皇帝。我那不用说了，天雷勾动地火，就成了皇上的新皇后。两人迅速坠入爱河。那一年皇后19岁，皇上38岁，两人相差19岁。2年以后，伊朗越来越富，经济是翻了20倍。所以呢，伊朗当时有的是钱，巴列维国王决定模仿拿破仑，在这个伟大的王国与漂亮的法拉赫王后再来一次盛大的加冕仪式。1967年10月26号，伊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帝后同时加冕的盛大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巴列维国王那颗王冠有3380颗钻石，368颗珍珠，无数的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金银和红色底的天鹅绒皇冠啊，看那个特别漂亮，极尽奢华。而法拉赫王后佩戴的凤冠是1469颗钻石，36颗祖母绿，36颗红宝石，105颗珍珠和各种其他宝石。中间镶的那个绿色的那个大宝石，那个凤冠上那大宝石是150克拉的顶级祖母绿。那这多少钱？那么价值连城嘛，就是说。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天那个巴列维，我们今天那个叫小巴列维吧，那这中巴列维、小巴列维，今天的里萨巴列维，今天正在呼唤大家站起来的那个就是中巴列维和法拉赫王后加冕典礼中间那个小王子，中间站着一个特别漂亮的眉清目秀的波斯小王子，7岁。大家想想，7岁的小男孩有多可爱？7岁的小王子就是今天的小巴列维。那他也是盛装，穿着小王子的波斯小王子的制服啊，站在爸爸妈妈中间合那个影。那一年他7岁啊，享受了极尽的荣耀，小巴列维这一生最高的荣耀啊！1979年1月16日，一切都完蛋了。一夜之间啊，巴列维国王完全没有准备，伊斯兰革命大爆发啊！法拉赫王后和巴列维国王流亡国外。走得太急呀，钱没带，都没带了啊，钱没带够啊！辗转埃及啊、摩洛哥、巴拿马、墨西哥。1980年，老国王罹患癌症去世。法拉赫王后带着4个子女移居美国，正式移民了美国，过着平淡甚至是有些贫穷的生活，靠变卖带出来的珠宝为生，甚至最后都向朋友借钱度过人生。因为她一个寡妇带了4个孩子，孩子们一个一个培养长大以后呢，1985年，法拉赫王后离开美国。移民法国，移居法国，回到巴黎定居。巴黎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在这里遇到巴列维国王订婚的地方。那么紧接着啊，伊朗进入神权的高峰时代，而伊朗的这些跑出来这些小王子、小公主失去了爸爸。80年爸爸死了，孩子们还没有长大健全的时候，孩子们的心灵受到了特别大的冲击。你想，他1979年跑的，1980年他就死了啊！所以呢，2001年小公主抑郁症服安眠药自杀，2011年10年以后，小王子抑郁症开枪自杀。
家庭陷入贫困，法拉赫王后开始写回忆录《永恒的爱：我和巴列维的岁月》，2003年出版，靠版费挣点钱。尽管伊斯兰共和国取消了所有国王的头衔和王室的头衔，但是在海外广大的伊朗波斯流亡者中，包括我们温哥华有好多波斯流亡者，底有几百万，全世界各地，甚至是上千万波斯润人。在波斯润人的眼里，法拉赫永远是自己的王后，法拉赫王后是那个国家波斯那个国家永远的象征。所以呢，大家一定好奇啊，这个伟大的文明什么时候从波斯改名到伊朗的呢？答案呢是1935年，是这个中巴列维的爸爸就是他爸爸。他为什么把波斯改名叫伊朗呢？这也是因为1935年的时代，他站错了队。他那个时候已经当国王当时间挺长了，他呀崇拜希特勒。希特勒当年让德国在10年之内成为一个工业国，巴列维国王觉得德国太了不起了，而希特勒走到哪儿说自己是雅利安人，说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种族。雅利安人是谁？雅利安人就是波斯人。希特勒和巴列维都清楚，雅利安人说的是我呀，所以巴列维一下子他是一个弱国的领导人，所以他一下子从心里边就变成了德国这个强大的当年最强大的欧洲国家的小迷弟，所以他就站错了队。我操，他站错了队，他又改名叫伊朗，就是因为希特勒。历史就这么简单啊！就是如果没有希特勒鼓吹雅利安人伟大，伊朗到今天叫波斯。讽刺的是什么呢？他这么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没有变成雅利安人多么高贵的民族，但是他完美的保护了波斯的名声，因为他没想到就是伊朗后来变成了神棍40年，所以呢，伊朗的这个词在所有的地球60亿人口、80亿人口里边提到伊朗这个词，不是雅利安，而是他妈的黑袍子、极端啊、恐怖主义啊、欺压妇女啊，这就是我们对伊朗这个词的直观印象。而波斯，因为它改名了，所以波斯在世界语境中反而被保护下来了。波斯是正面的意味着文化、历史和古希腊的互动，艺术什么地毯。然后王子金碧辉煌，当然有一点点东方的淫荡东方的腐败但是这个词儿在于今天是一个好词儿，所以很可能伊朗会改回去这个词。可惜就像满洲国一样可惜站错队了。我操，满洲国为什么灭亡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日本人扶植的。我操，那日本完了，你满洲国能不亡吗？那这边也是你是德国扶植的，那德意志完蛋了。我操，希特勒被打死了，你伊朗给我下去。所以呢，没办法老巴列维就这么下去了。巴列维被推翻了，因为他必须下台，英国不同意，苏联不同意，必须给我弄下去。于是1941年二战还没打完，老巴列维在苏军和英军的夹击下溃不成军因为二战当时开始打了，打得如火如荼的，然后他就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因为苏联和他是接壤的，苏军可以直接进逼伊朗而且他们真的这么干了。苏军兵临德黑兰，英国舰队通过波斯湾直接登陆伊朗无条件投降巴列维完犊子，老巴列维被捉了，被英国人抓走了。老巴列维还是挺聪明的，没有被苏联人抓走。他一想，我去那把苏联人那个九死无生十死无生英国人抓我九死一生。于是呢，老巴列维呢就向英国投降，被英国送到了南非，在南非郁郁而终这就是伊朗开国皇帝的悲惨故事因为他站错队了，就这么简单。他很牛逼，他什么东西都对经济上不用说，国民教育、国民素质都不用说，但是你站错队了，就死只能死推完之后呢，他儿子他是有长子的，太子从小在哪儿上学呢？在瑞士。你说这是地球就都是有模板的你看金正恩、金太子、金三太子不也在瑞士吗？他在瑞士一直接受瑞士的私校教育。所以呢他爹一被轰下去那就得再选个新国王，那肯定是他呀。于是呢，战后呢就扶植他当国王。那当然了，我操，他是个多聪明的人呀，他就跟小金三胖一样，他在瑞士念书，他知道世界大势已经变了。于是呢，他回国以后呢，他继位以后呢他亲美。这就是开始我说的，为什么中巴列维是个亲美，宁可让自己小老婆去中国访问，自己都不来中国。你就别说苏联了，为什么？他怕站错队这次他是真吸取他爸的教训，这玩意儿一定要跟着老大站，妈的，这种小国可不能站错了，站错完犊子。于是呢，小巴列维呢就义无反顾地站在了美国的这边，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建设小巴列维还是挺厉害的，也跟他爹一样，他爹想干的没干成的他接着干
啊，现代化革命，他管这起了个名叫白色革命。为什么叫白色革命呢？对应红色革命，当时席卷地球不是红色革命，毛泽东啊、越南啊、柬埔寨啊都是红色革命嘛，老百姓分田分地真忙啊，共产主义那叫红色革命，他弄个白色革命，这什么意思呢？他也分地，他要做土地改革啊，他认为伊朗大量的土地集中在这个大地主手里、穆斯林教会手里，这不对的，就是在清真寺手里，他一定要把它给分了，把这土地分给伊朗人民、农民。但是他这一分，他不看起来很像共产党啊？然后他为了区别这个事儿，第一他不杀人，他在这个分的过程中只抓人、只判人，不杀人、不流血啊，所以呢，他管这叫白色革命，以减轻美国对他的怀疑啊。美国倒并不反对他，他分了大量的地，他把伊朗国家45%的地分给了人民，分给了几百万伊朗农民，这是所谓的土地改革啊，这就是他干的，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理想。然后呢，巴列维国王因为他有文化。他知道未来的世界是石油的世界啊，60年代、50、60年代、70年代，巴列维国王就把伊朗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了极致。那不用说呀，那个时代都是为了石油打中东战争的时代，美元正在建立以石油为锚的所谓的石油美元的时代，有巴列维国王在，沙特阿拉伯轮得到他吗？所以呢，大量的钱啊，海量的钱流入伊朗。二巴列维就是巴列维亲美的这个中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就成为中东最富庶的国家，远远超过以色列啊，没有之一，就是最富庶的。他手里的美元多到就是他可以比美国还要先进的装备美国的武器，美国还买不起的武器他先来。所以呢，1973年伊朗的 GDP 增长率是 33%，1974年伊朗的 GDP 增长率是 40%。你能想象一个国家 GDP 还不是小国啊，1亿人口的国家的 GDP 增长 40%啊，年增长率，它得有多富啊？这个国家欣欣向荣。大家今天从互联网上看那个伊斯兰革命之前的那些照片，伊朗年轻人开着小轿车，穿着喇叭裤，烫着大波浪，男生女生戴着蛤蟆镜，在大学里边自由开放，过着慵懒繁华的人生啊！这就是当时伊朗城市的真实写照。但是又跟中国一样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城乡差距。伊朗的大量人口是农民，那伊朗虽然把45%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是农民种地一下子就变成了自由农，这是巴列维没想到的。因为以前伊朗农民没有土地的时候，他们是佃户，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要捆绑在土地上终生劳作。国王把他们解放了之后，国王没有给他们及时提供打螺丝的机会，数百万获得自由的伊朗佃户农民，贫穷的农民涌入德黑兰，涌入伊朗的大城市，寻求更好的人生的时候，没有得到相应的安排。那个时候伊朗没有那么多改革开放的理念啊，所以他没有工作，形成了城市赤贫阶层。而伊朗的这些巴列维政府这些官员又极其腐败，他把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农民进了城，农民获得自由之后，农民并不想耕种土地，因为分的那点地他也养活不了他全家，跟中国一样嘛，靠种地养活不了，只有进城务工，进城务工又拿不到一个高薪的工作，所以呢，新生了一个所谓的城市流民阶层。之前没有这个城市流民阶层，现在出现了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流民阶层。而在乡村出现了一个恨之入骨的伊斯兰教士和地主阶层。伊斯兰教士和地主是一个阶层啊，他是一伙人，因为他正是伊斯兰的这些所谓的长老，他也是他的大地主，他们往往都是身份都是一样的。他们恨死了巴列维，为什么？因为巴列维把他们土地没收了之后，基本上等于是跟没收一样啊，所谓的赎买，就是他妈你值10万块钱的地，巴列维给你个1万块钱，然后就给你分了。你说他恨不恨？所以他的那个教士啊，他那个教士长叫霍梅尼啊，霍梅尼就天天骂巴列维。巴列维呢，巴列维不是不流血吗？白色革命嘛，巴列维就把霍梅尼给驱逐了，就给你撵出伊朗去。操你们，我也不杀你，你们别在我眼前晃就得了。所以呢，霍梅尼就跑到法国，跑到哪儿到处去讲巴列维的坏话。那么整个的这个国家慢慢的风气就发生了变化。本来大家经济发展是好事儿啊，所谓的蛋糕做大是好事儿，但是蛋糕做大的过程中没有分好，反而会让好事变成坏事。自由的空气，繁荣的街道是属于城市贵族的，农村人进来之后，他们感受的是贫穷，是无法容忍的贫富差距。而王室和所谓特权阶层的这种奢靡腐败，使得没有分到蛋糕的大部分穷人，以及蛋糕被拿走了的伊朗农村的基础的政权，就是所谓的伊斯兰教长老们怒火中烧。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基层
是巴列维王朝就像中国大清一样一直没有完成的这么一个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统治这么完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这个革命，而袁世凯、大清、民国都没有完成。什么呀？中国古代叫皇权不下县，就是县城里县官就是最小的朝廷命官，县官之下是各族族长、各村村长来决定的，那都是自己村民自发组织。伊朗也是一样，伊朗在卡扎尔王朝时代完成了伊斯兰化，也就是说伊朗跟中国是一样的，但跟中国的区别，你完全可以克隆伊朗的经验，因为中国和伊朗状态特别像。晚清就等于是中国在晚清时代，在大清时代普及了伊斯兰什叶派，就村那个村长同时又是伊斯兰教教长。这就是发生的今天在伊朗发生的事儿。这些基层的政府官员并不能下到村里乡里，村里乡里的这些伊斯兰教教长是有权利收5·1税、11税的。大家知道伊斯兰教是有11税、5·1税的，就是说我作为基层的教士啊，我就是作为咱们村有个清真寺啊，我作为长老，你的奉献、你的收成的1/5、1/10是要交给我的啊，作为购买我公共服务的代价。公共服务就是秩序啊，你们打架了之后到不了县长的那个级别的那个纠纷，我来评理。然后孩子们的教育、基础教育、小学教育由我来负责啊，在这儿学经啊，识字儿。你考试考乡试以后，你是国家的，上大学，你基础教育在我这儿。所以这些人是有基层政权鼓动能力的，这些人恨死他了，因为他把他们的地给打走了，而且他们的劳动力，所谓他们的佃农奴隶们也都跑到城市去了。所以等于是巴列维得罪了伊朗大部分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高技术作为了一个最后的推动力。什么高技术呢？没人讲过这件事啊。1970年代，人类有一个新技术发明，普及了，在欧美国家普及了，中国没有啊，中国穷啊，在欧美、香港普及了什么？录音磁带。荷兰飞利浦公司发明了家用录音机、收音机。这个磁带非常的小，今天的年轻人没见过啊，磁带非常小，但是在1970年代，那个就是惊为天人的高科技。以前的这种所谓的广播是垄断在政府的电台手里的，有了这个盒式磁带和家用收录机之后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转录磁带，并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播放自己想听的东西。在1970年代，这个新发明普及到了伊朗之后，伊朗国王巴列维中国王最大的政敌叫霍梅尼。霍梅尼一看，我操，伊朗经济高速发展，但是钱进了少部分人手里，大部分人没吃到之后，眼睛嫉妒的发红。于是霍梅尼在巴黎那样自由的地方，天天录磁带讲课，天天念国王的那些坏事儿，天天讲伊朗发生的事儿，然后给大家洗脑啊！这一切苦难都是因为巴列维太他妈腐败了，只要你们支持我推翻巴列维，伊朗的石油利益就归全体伊朗人民啊！他那么多钱大家都分。